清朝古装戏一直以来都是影视剧中的热门题材，也出过不少类似《还珠格格》《甄轩传》这样的爆款。然而最早的清朝宫廷电影是1948年朱石麟导演的《清宫秘史》，这是中国第一部被禁的电影，具体被禁的原因我个人不是太清楚。电影的主角由苏轼、周璇、唐若清等老一辈艺术家和演员担任。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饰演荣禄的徐申演的祖父曾治愈过慈禧太后的顽疾。这部电影虽然是黑白的，画质很感人，但是出品的永华公司当时是不计代价和时间来拍摄这部电影，光周璇的片酬就达到了100两黄金，场景服装方面更是精心制作，特别是剧情构思和对白是机锋十足，艺术水准要高过今天的很多古装剧。故事讲述了光绪皇帝在慈禧太后的逼迫下，把素不相识的隆裕立为了皇后，而不能选择自己所喜爱的珍妃。光绪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在结婚后从来不理睬皇后，时常都在珍妃那里留宿。1891年，清朝已经是内忧外患，日渐衰落。光绪的老师翁同龢认为，得人心者得天下，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而不是一人一家所私有。老百姓是最听话的，也是最容易满足的，只要处处替他们打算，使他们能够安居乐业，那么天下就可以太平。另外可以效仿日本学习西方的先进制度。日本虽然是一个弹丸小国，还没有清朝的一个省份大，但是在明治维新后已经渐渐的强盛起来。在老师的启蒙下，光绪萌生了变法维新的想法，同时也想借着改革夺回一个皇帝该有的权利。但是大权独揽的慈禧太后哪里会轻易放手？所以珍妃认为变法维新是困难重重。就拿眼前来说，慈禧太后为了修颐和园不惜挪用海军军费，哪里会顾及国家的安危？随后光绪亲笔驳回了建造颐和园的奏折，慈禧太后知道后勃然大怒，想不通自己为什么造个小小的花园来扭扭腿都不行，于是将奏折砸在光绪的脸上，当众否定了光绪的决定。1894年日本出兵侵略朝鲜，光绪虽然知道海军的实力差，但是为了争夺藩主权，决定不惜代价也要和日本开战，这就是甲午战争。最后清军一败涂地，无能为力的光绪只能去到宗庙的牌位前，流着眼泪求祖宗保佑大清朝。1898年，翁同龢向光绪推荐了康有为，辅佐他推行西方优秀制度来改革清朝。康有为认为，既然要变法维新，首先要裁减掉无用的官员和守旧的昏庸大臣，这样呢才能为国家节省开支，也能为变法扫清障碍。光绪虽然知道这些大臣都是伺候了慈禧太后10几年的亲信，但是为了推行新政，还是下令把他们全部都给罢免了。慈禧太后知道后，先是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接管北洋兵权，接着下旨抓捕康有为，还在宫廷内外布满心腹，将光绪软禁起来，并密谋于9月初5挟持皇上去天津阅兵，企图废掉光绪，将维新派一网打尽。光绪美好的计划分分钟被老辣的慈禧太后捏了个粉碎。然而遭到软禁的光绪并不甘心，他将密令藏在藕中送出宫外，令康有为等人从速应变，尽快撤退。另外在深夜密召袁世凯，命他先去天津刺杀荣禄，然后带领1万精兵进京围剿慈禧太后。光绪可以说已经把身家性命和大清国的国运都交到了袁世凯一个人身上，但是没想到袁世凯去到天津后，就出卖了光绪，向荣禄告密，至此光绪的计划彻底败露了。慈禧太后就亲自前来质问光绪，带兵进京干什么？叫他扫除逆党。谁是逆党？反对新政的就是逆党。那么不用说，我也是逆党了。王阿玛，做小辈的绝不敢对您老人家有丝毫不孝顺的意思，儿臣所以这样做，都是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要实行新政罢了。你还敢提新政？告诉你，有我就没有新政。只要我活着一天，你们就甭想造我的反。小李子，杀！传我的口谕，把那些违禁党都给我抓起来杀了。杀！皇上，站住！王阿玛，您杀了他们，就是杀了我们中国的人才，毁了新政，就是毁了我们大清朝啊！大清朝，我就是大清朝，你配说话？至少我还是皇帝呀！皇帝，哈哈哈哈哈！你这皇帝是谁给你做的？我有本事立你做皇帝，就有本事把你废了。从此慈禧太后再次垂帘听政，光绪成了傀儡皇帝。1900年，八国联军借着义和团事件入侵北京，眼见群军节节败退，慈禧太后化妆成农妇的样子准备出逃。临走前，慈禧太后为了保全政权，就哄着光绪一起逃，谎称一定会把权力交给他，还要派李鸿章来辅佐他。半信半疑的光绪问慈禧太后是真的吗？
慈禧太后说，如果我骗你，日后我的坟就让别人给刨了。因为珍妃誓死不走，慈禧太后就逼她跳入井中自杀。赶来看到后的光绪痛苦不已，最后被慈禧太后强行挟持带走。马车缓缓离去，光绪只剩下了眼泪，一生的抱负最终都没有得到施展。这部电影偏向于把光绪塑造为一个有决心的改革者，慈禧呢则是一个阻挠改革的顽固派，这是比较片面的。在真实的历史上，光绪是一个本事远远匹配不上理想的皇帝。在他掌握一定实权亲政的9年里，有2件他主导发生过的大事，分别是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甲午战争中，光绪是主要的主导者和决策者。24岁的他很想抓住这个机会，通过这场战争来确定自己的权威，但是根本不考虑自己有多少家底，加上胡乱指挥以及内斗因素，最后导致清军输得一塌糊涂。甲午战败不全是光绪的原因，但这场战争反映出了光绪真的不会打仗。然后是戊戌变法，光绪和维新派变法的方向和举措都是好的，都是想救这个国家，但是缺乏经验，一些想法呢过于激进。谭嗣同甚至提出要把清朝的多个地方卖给西方列强，以此筹措改革经费。跟日本关系密切的康有为还安排光绪亲自接见了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想让他来清朝当顾问主持变法，并声称要把清朝和日本合为一国。要知道，伊藤博文就是甲午战争的主导者之一，让日本侵略者来中国主持大局，这相当于是把清朝拱手让人。所以这一切引起了慈禧的高度警觉，于是当机立断将维新派一网打尽。戊戌变法表现了光绪的幼稚和天真，居然相信维新派那些不切实际甚至荒诞的想法。所以慈禧怎么敢把大清朝放心的交到他手里，怎么能不把他给废掉？光绪确实是一个有理想也有上进心的皇帝，但是志大才疏，不懂用人，不懂打仗，更不懂治国。另外，历史上的慈禧并不像电影中表现出来的那么顽固和愚蠢，否则她怎么能让风雨飘摇的清朝撑了近50年？她并不反对改革，只是反对那些不切实际甚至危及自身性命的改革，要不然她就不会支持搞洋务运动，包括维新派的一些可取的方法也在后期被她所采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慈禧太后远比光绪更加有治国的能力。总而言之，慈禧是偏于顽固，对改革比较谨慎，但是没有到冥顽不灵的地步。而光绪和维新派是太过于激进，不考虑实际情况，最后呢好心办了坏事。这期解说就到这里，因为篇幅有限，不能一一全面的说到，有不到位的地方还请大家指正，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